为什么就是 particular 有一些 moment 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满身都是刺的人，满身都是G点，你知道吗？一怼下去的时候就很敏感啊！一直到最可怕的是晚上睡觉，我合不了眼睛，因为我一合起我的眼睛，我眼睛是这样一直眨一直眨。你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当中，你必须是一个你可以认输，认你自己是弱者，最坏最恐怖的东西你都把它想象出来了之后，然后你突然间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只有我在这里？真的，我知道。陈慧田吗？我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常常会觉得天哪，这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的感觉。但有一天我在陷入一个很焦虑的状态的时候，我刷开 IG， 然后看到原来世界另外一个角落有人跟我一样在焦虑。欢迎收听陈慧田吗？我说欢迎陈慧田。你好，我是沈志康。没错，我说的那个在世界另外一个角落在焦虑的人就是他。可是为什么你那个时候焦虑？我一定要讲一下那整个状况。就是有一天，也不是有一天，就是我要出门去旅行的前一天啊，对，因为我就是很容易焦虑的一个人。去中国的时候，对，只要我要换一个地方去玩、去工作、去没有生活了总之我就会觉得有很多的不安的感觉会出现。因为那一次的旅行是要跟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去，我没有太久没有试过，就只有小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年轻人嘛，我就是有这个有这个责任，我要去照顾他们。但其实他们没有这么要求，完全没有人给我任何的压力，就是我自己给予我自己一个压力。然后我突然间就觉得有点烦躁，然后烦躁的时候我就去买东西，然后我要买一样东西的时候 Nash 我老公就阻止我说你不要买这个东西啦，他就讲他的自己的东西，我就开始很生气，我说为什么你要阻止我？然后突然间那条线就断了，我就说我要上车，然后上车我就上车哭。亲爱的，我们中完呢就是因为你那个焦虑来了，其实焦虑不只是就是那种很烦躁的感觉，你还会伴随很多情绪，就比如说你会很生气，但那个生气有时候是很你解释给别人听，别人会给你一个什么不是的那个表情的。可是你会有预警吗？你自己会觉得他来了，然后你如果他是在那一个 moment 他来这的时候，你突然觉得他有那个征兆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做什么东西去制止他？我跟你说有两种情况，有一种就是会有预感他要来了，something is coming，但是有一种是像我这个情况，就是他来得太突然，因为我在吃饭的前一秒还遇到我朋友，我还跟他嘻嘻笑笑的聊天，然后吃完了，刚好那顿饭有点 heavy， 然后吃了有点胀然后突然间又想到我明天要出门了，然后突然间一切的焦虑一次过来袭。没有，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焦虑症，不要讲焦虑症先我觉得是应该是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到必须要去服用药物的啦，也不需要去看医生的那种。我觉得我们的是一种状态，它其实是有焦虑的那个征兆出现。我的那个情况，对，到底什么事？我的那个情况是我能够 feel 到它来着。发生什么事到底？OK， 是这样的，因为前一阵子。我就要做一场秀，然后做那场秀是我生平里面没有做过的东西。OK， 然后在那一个 moment 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帮我，不是没有人愿意帮我，就是大家的分工合作的部分，我必须要吃一堆我完全没有吃过的东西，去做那个东西，然后我是很彷徨的。就比如说你可能以前没有做过 planning， 结果现在除了主持你还要去 planning， 就做那个形式里面你。知道那个压力的存在，因为那个东西并不是属于你强，还是你比较你常常会接触到的，不是你的强项就对了，不是强项，也不是常常会接触到，你必须从零开始，然后你要马上变一个大师。我就来了咯。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发那个 IG Story 的时候，其实前2天开始，我就应该是24小时不断的在跑资料。一直在跑，可是跑到最后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大方向，就譬如说我们讲投资就好。如果那个 topic 是讲投资的话，你是一个不投资的人，你怎么样从0到100要 sounds like a professional， 你不会丢脸，而且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然后你就不会丢脸，而且那个 job 的那个形式，它的那个
就整个场合是我要一对八个人，而且8个都是大老板。OK， 所以你也不能够说哦，我是一个小白的身份，你不能，因为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大家就是要听很专业的东西，你知道你明白什么意思吗？我懂，就是那种你不能讲出来，大家会觉得怎么妈妈的跟白痴个人，就是那一种，所以我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在几天的时间里面去学一样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然后从0到100，然后我想要去求救，我想要去找专业的人士，然后那些专业的人士不得空理我，因为大家同样在做这个 event 的时候，大家都在忙其他的东西。对。然后整个过程下来的时候，其实那一个只是一部分哦。还有因为还有其他的其他的环节等等之类，其他环节完全没有去想，也没有在怕，也没有什么东西，我只是为了那一个东西。都已经烧了这么多时间和脑力了，我就坐在我自己的那个书房里面，然后我一直在放空，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办，然后开始要想对策 ABCD Plan ABCD 这样子。如果我这个时候我接不到这一句话的话，下一秒我该怎么办？可是主持可怕的东西就是，其实你就算是预想了，可能当下发生的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然后那该怎么办？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突然间觉得他来，你知道吗？他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着就是1000万个不好的可能性，然后1000万个不好的可能性，我就坐在那边，我就一直想不能，我要出去外面喝酒。结果我就去露台的时候，我就喝着酒的时候，我想不能我这样一个一个这样花时间去解决 Plan A Plan B Plan C 的时候，我要解决到什么时候？天哪，这个事情很可怕，因为还没有发生，然后你一直在想最坏的打算。最坏最恐怖的东西你都把它想象出来了之后，然后你突然间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只有我在这里？真的我知道就是这样，而且真的就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帮到你，就算有一些人很想要给你帮助，他只是投以哎呀 sorry 有帮不到你，你加油的眼神。然后结果我刚好我的朋友他就来找我，然后他就看到我在那边喝酒，然后我讲就是好像很烦，你烦什么？我讲我烦着我做 show 的东西，然后我就想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然后他讲可是不是就你见招拆招咯，因为你如果真的已经做好了最大的努力，你到时候发生的事情你也不能预算对吧？可是我就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那时候的心情的死穴，就是我不能够让我自己觉得我不在掌控范围之 Oh my god！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越想要掌控事情的人越容易发生很焦虑的状况？所以你平时是很喜欢掌控，因为我不能接受我自己不是 in control 的人。我也是所以虽然我样子不像，但是我是蛮喜欢 control 的。没有啦，我们认识你，我觉得你像没有，因为你想看，如果你像好像你刚才讲的，如果只是一个去旅行这一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哪有什么好怕的？而且完全没有什么所谓的，没有什么严重性的啊。如果你少去一两个景点，就少去1-2个景点。可是你没有，如果你想要掌控的那个范围，就是100%都必须在我的算计之内的那种。而且我又是跟团，更加不可能掌控，而且是被人家掌控多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焦虑的来源，这是其中一个。所以我在想，可能很多朋友他跟我们发生一样的事情，而且然后他也会觉得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就是因为你平时太喜欢掌控。可是我心里面在想因为我知道我有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以前我的常常做的一个方式去处理，其实就把自己困起来因为我不想要烧到别人。因为你譬如说你有个好老公，然后可是你好老公的话，你就会常常会觉得怎么办？他来了没有？而且这个时候，刚才我跟美心，因为我们他们接在上面，美心也在那边，我就跟美心和那个我老公说，其实，在这种状况，你在很焦虑，因为你还会很生气，你会生气自己很多东西的。然后这个时候，就算是旁边有人跟你说，不如我提一些意见给你啦。你看你要不要用？其实完全没有用的。你当下你可能还会觉得不要跟我讲任何事情，我现在很烦，我快要爆炸了。你讲什么反而会烧到旁边那个人。因为我觉得我们在那一个 moment 的时候，其实整个世界有一点灰。就是在我们的环境包围着的是很多的乌云，然后灰这样子。而且有时候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我们像坐在一个很黑暗的角落，那 spotlight
打下去，就说为什么世界只剩我这么惨？其实也没有这么惨，没有，就是说有那种感觉。那个 moment 的时候，我常讲为什么会把自己困起来，然后我就把自己隔绝。像我，譬如说我的经纪人啊、我朋友啊那些东西，他们常常来找我吃饭。可是因为如果我 sense 到他要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想要，因为你们没有心讲任何一句话，然后我就发飙了。被我知道，真的，我就会发飙了。就譬如说，可能他们在 make 一个很 general 的 comment， 我们讲就是为什么这碟东西好像不好吃，你又叫我们来吃？真的。就那种，他可能真的是无心的。对，所以我常常会跟我的经纪人讲，我来耶，我要躲起来，然后他就会知道我又来闹情绪。可是你讲真的，我们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身边人很担心。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如果看过你怎么样处理这一些事情、这种情绪的人，如果他们看到你成功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担心会少一点。可是如果你一直沉浸在里面的那种才恐怖，你知道吗？问题是，就算你跳得出来，如果你这样子的情况太频繁了，也很恐怖我尽量没有啦。因为我是一个蛮容易，因为我的是短，但多。就是好了 ，OK， 尤其是姨妈前大的这个女生，我知道，好像前几天，Rickman 刚好打给我说，我们就有聊到近期就是大家都看流量这件事情嘛。一向来我都不是算是那种流量。你不在乎，可是你有 OK， 没有，我真的流量真的而且又被 control 嘞，对，根本就是很恐怖。OK，我原本是一个没有这么想要去在乎流量的人，但是这个大社会大环境已经逼使我们必须要去注意流量。那你不 care 也不行啊。对，但是问题是我很想不 care，然后问题是我们心里其实有这条刺在那边。对。刚好 Raymond 说：“哎呀，我们一定要去留意这件事情，不然就很快被淘汰。”他突然间这样叮一下子，然后来了对，还没有讲完，他就说：“哎，我们一定要想一下自己的定位。”叮，又在弹了我那根刺，越刺越深。但其实他讲的东西都是很 general 的一件我也知道的事情，但我当下可能因为我知道我其实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这个原本也不是我最想要处理的事情，但它还是发生了。你就是只是在提醒我，喂，你还没有做嘞。对，你还在那个浮浮沉沉的那个环境里面，然后你没有意识到你的危险吗？然后我本身就是很容易怀疑自己的人，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好没用。我怎么连这样子的我在这一行我应该要好好处理这件事情，而且多少年了。对，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好啊。定位，我讲到这个，我那时候真的是那个有一种那火烧定位。我以前到现在我没有办法帮我自己定位。我要定位什么？多方面艺人，美食博主，歌手。我突然间一股恼火，所有的不安一下子全部因为一件事情一起上来，真的。然后我原本要运动了，我直接开了那个 yoga mat， 我趴在那边，我趴到我的老公开门这样，你做咩嘢？你还没有运动？我想我刚哭。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是很容易用哭来宣泄的。可是就我觉得刚刚我们讲的，每一个人处理这种方式都不一样。像你，如果你能哭，你就哭啊。但是哭它是一个宣泄方式，但是我有后面的处理方案。是没有吃当下吃什么都你知道吗？有如嚼蜡。对 ，OK， 后来我先让我自己先宣泄一遍，哭啊，然后发火或者是生气自己自责，完了之后我提醒我自己，流量不是一切。在这之前啦，难道你就掌握得到流量吗？就是在 Rickman 讲这句话之前，你就有掌握到吗？其实我自己回顾我一向来走来路，我也不是主流啊，就是我也不是那种很红或者是很爆流量的。那你只是过回你原本的生活而已啊。我反而是这样子认为。我觉得因为我们讲到你突然间有一件事情 trigger 你这样子我觉得我第一次觉得我有焦虑的时候
可能不是焦虑症，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严重性。可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焦虑的时候是 MCO。哦，因为哇，你人生感觉到焦虑只有才 MCO 开始啊？我那个时候才没有，它可能一直在发生，可是我一直不知道。OK， 最明显的就是在 MCO 的时候，我经纪人被我骂得很惨你看，他就不知道我住在一起，我们也没有见面，因为 MCO 怎么可能见面？就可能真的偶尔见了一次，然后他可能讲了一句话，他一直在里面烧，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想为什么？他到底讲什么话？没有，就是很 general 的东西。就比如说，你吃这么多啊，然后就突然间讲我吃这么多之类的，就很 long 的 line 其实也不只是他一个人，所有的人对我讲任何的东西，我都从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个我发火的原因的时候，然后这个原因其实是很小，根本都不值得一提的，真的没有任何重要性的。可是我一直很生气，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就跟我自己讲。你要不要好好的来跟自己对话一下？真的，你要了解清楚为什么你最近那么难搞。是，因为我可能我们做这一行，我们都知道，我们出去见到其他的人，你讲商家也好，还是其他合作伙伴也好，大家其实都是恭恭敬敬、礼礼貌貌、开开心心，看起来很正常、很开朗。对，大家都是很 sociable 的。可是为什么？就是 particular 有一些 moment 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满身都是刺的人，满身都是据点，你知道吗？是一怼下去的时候就很敏感啊，尖叫声很大声了。所以那一个 moment 的时候，我就和我自己讲一个，就做一个最深度，然后最赤裸裸、最露骨，然后最清楚的一个沟通。我讲，你到底有什么东西不满？你不喜欢什么？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你发火的原因在哪里？这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个时候是因为 MCO， 然后我困在家里面的时候，我无助，因为我一个人住，无助不是因为我解决不了3餐，无助我不知道是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们那天也是聊到这件事情。因为当你没有办法，就对我来讲，当我没有办法去掌控我以后那条路应该怎么走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 in control 嘛，因为 MCO 的时候大家迷茫你都不知道以后发生什么事，又不能出去，然后show又停，然后什么工作都没有的时候，我想我是不是等着开放？不是。我只是要掌握我以后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能够怎么样？然后以后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是当下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你根本不知道，你看不到那个未来。对，它是真的是很模糊。是 at the very moment 所以我跟自己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原来我在担心未来。好了，解开了之后，我恢复正常。可是我就知道它存在了，因为当每一次我又来也的时候，它又来的时候 ，it's coming 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在想一想，我是不是因为掌控不到某一件事情，然后我就 lose control？ 是，我觉得我们还算是健康，就是我为什么说健康，是因为可能我们会常常会去问自己很多问题 reflect 咯，因为一直 reflect 咯。好像你知道有一个那种问卷这样子就可能今天你发现自己情绪有点不对劲了，你会问回自己很多道题，但不是每个人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甚至会逃避掉。我不应该这样，我就避开，我不要看。而且严重性也可能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分清楚一点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他的那条线应该是要画一下，因为一般的焦虑症还是一般的焦虑的症状状况呀征兆也好，就像我们这样子，我们可能就会突然间心情不好而已。可是就是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我觉得这个是在我的角度里面看的话，我也觉得恐怖的，是恐慌。我觉得我的焦虑有时候会夹杂一点恐慌它真的是 break down，他真的会 break down， 但是严重真的是直接去对专业人士。然后我自己的状况是我永远记得有一次是有点离谱，我自己觉得最离谱的一个状态，我身边的人蛮多听过这个故事，就是以前我在college 的时候，然后因为通常都是我是在巴杜巴哈生活，但是我的 college 是在 Skudai，就是在新山 Skudai 那边。然后呢，有一天我通常都是跟我的朋友一起是搭巴士去到 Skudai 那边，但是那一天没有，那只有我一个人要搭巴士。然后我爸爸他也是焦虑人然后他要把我载去 bus stand 搭巴士，他就问我，
那个谁谁谁有跟你一起吗？因为我很怕他会担心，我又想到他在家里担心的那样子，我很害怕。我从早上开始，因为我要讲一个骗话，我就要跟他想 OK， 等一下我要跟他说那个谁谁谁有陪我一起去的，但是我不能让他看到，因为他的车会停在那个 bus 那边等看我上车了，有时候他才走。我没有办法猜测得到他会不会看我上车了他就走，还是等到我朋友来才走。所以我一直想象那个画面，我想怎么办，万一我就想万一他是要这样子等到我朋友来才走，我应该怎么办，让他焦虑了怎么办，我就想了整个上午。夸张吗？只是这样小件的事情，我想一直想到我爸爸已经把我载到 bus stand， 然后我成功上车了，我爸爸真的开走了，然后我已经很 OK 了嘛，但是我的心已经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问题是事情过了，我就一直这样子，很焦虑，焦虑到我到了我的宿舍那边，我回到那边，我一整天的心情就是那种很不安宁。做这个不行，做那个不行，做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已经过了，已经过了。是，而且我一直提醒我自己，喂。你搞什么？你现在已经是从原本是想到你现在已经有生理的那种反应出来了，一直到最可怕的是，我晚上要睡觉，我合不了眼睛，因为我一合起我的眼睛，我眼睛是这样，一直眨。Oh my god， 它已经是变成有那个生理反应了。我们刚才讲那时间线很重要因为像譬如说我来讲的话，我做完那一场秀就 end 了，对不对？我 end 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次，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其他的我都可以有一个时间的 timeline 解决，但这件事太可怕了。然后我哭我就讲，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然后我的那个舍监就带我去看医生，就是希望医生可以不可以开一些药。那时候他就问我，你是不是有那个 thyroid？因为有时候 thyroid 会引起嘛。但是我讲我没有啊，因为之前是验过血都没有。然后他就开一个镇定的那个药丸给我，然后我回去。那一天晚上过了就没事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有时候你本来从没有事，但是你一直往下想的话，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我有去看过一些资料了，我觉得还蛮有，我不能用有趣来形容，因为它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是 information wise，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用，因为是我们常常讲，如果我焦虑的话，像我这样子，我是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可是恐慌的话，他就在这个 moment， 对，他就是担心这个 moment， 就是我那时那个状况。对啊。可是后来经历了那个状况，可能我又觉得自己提醒自己，有些东西你真的不能这样子往下踩。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往下踩的时候，你是无意识的，你只是跟着下去。你在你有理智的状况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跟自己说，你是有可能这样子踩下去的时候。而且你人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容易悲观和焦虑的，如果你每天都是这样子的话，你真的很危险。悲观焦虑，中完了我们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性格的人，我们常常都会先想事情最坏的可能性，是一定会的，因为还没有发生好的事情，就 just in case 它没有好的事情发生，我已经预备好它最坏的事情是怎么样，对吧？其实也不健康，你知道吗？对，保护意识太重了。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圆场，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收割。但是这个世界上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是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对，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们有办法去把367种的那个可能性先准备好，万一它哪一种来的话，我们至少有准备。可是我觉得在这一种环境里面，我们自己是徒添烦恼。为什么？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去掌控到底出来的那个 outcome 会是怎么样子。对呀，你白想了366种。可是我后来我有加多一条，我想了这几百种之后呢，我跟我自己说，还有最后一条是 follow the flow。因为我们真的，如果你已经是完全不是你想象了，难道你要在现场崩溃吗？然后就我不要了，我走了，不可能嘛！你一定只能 follow the flow。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刚和Orange 当同事的时候 ，Orange 曾经讲过，我从阿 Kian 的口里面才知道 Orange 原来是对电台 on air 是极度抗拒的。我不是真的极度抗拒耶。怎么说？我是很怕一种形式，就是你自己要控机，或者是
你需要掌控一切，对，因为我很怕 lost control，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你知道吗？因为我怕那个 outcome 不好。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难以置信哎，我真的听到了说怎么可能？我喜欢聊天，对，我喜欢讲话，但是我不喜欢自己要去做完365种东西，是因为我会觉得有些东西做不好就是等于对。out of control。然后我那个时候我知道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好有一次我Angeline 请假。哦，对，不是 Angeline 中COVID。那时候我就是要被逼，因为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去代班。我就觉得我天哪，世界崩塌！他要来我的 show， 然后做他基本上最不喜欢也是最没有经验做的事情，就像你刚才讲的，对，你要1对8个专业人士，对，我当下感觉就是这样，因为他要来我的节目，然后我又讲广东话，他要讲广东话，第一件事情他已经不自信了，第二件事情他要讲新闻，是，而且我就只能一直抛问题，就好像很废耶。没有，我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我其实没有我没有感觉到，其实为什么你要怕？那个 moment 我其实还不了解，可是一直到后面的时候，我一直到之后我发生了就做那场秀的那个经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就刚好你就突然间想起，你就刚才 text 我，你知道吗？我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讲，原来当初陈慧田是这个样子，你懂吗？原来陈慧田也是那个 moment 坐在我前面的时候，他也像在我坐在这边拿着一瓶酒我就一直在喝。就是在这个环境，我们在studio还不能喝酒呢。没有，而且我那一个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以前我会怎么样跟我的同事们还是我的后辈们大家讲 on air 要怎么样处理你的心理状态。我那个时候我讲过一句话，我其实那一个 moment 我有在反问我自己，我讲 on air 就是做节目电台节目最坏的最严重然后的 bottom line 是什么？ dead air 报吗？没，或者是讲了不应该讲的话出去，就不精彩而已啊。然后你即使你全程你不会就不讲嘛，对不对？你就全程不出声，其实这个就是最坏的打算吧嘛。然后 then 后面有什么严重性？对于我来讲，我常会我跟我的朋友讲这件事情，哎呀 on air 罢了嘛，那最坏的打算不是 dead air 咯，dead air 就算了咯。然后人家骂你的时候，我新嘛，我没有做过嘛，就这样嘛。可是这一番话我就跟我自己沟通的时候，我就讲，其实你那个秀做不好也没有怎么样啊，对啊，这个又不是你常做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你完全不熟悉的行业，然后即使你做不好，你又怎么样？我心里面一直在想，对啊，为什么我会讲人家，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可是我跟你说，有时候我们每天讲给别人听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那些话其实是有一天是要讲回给自己听的，而且你自己是完全不接受。对，没有错。因为我发现我前几天其实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是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家人就是有焦虑的状况，当然这个他的焦虑状况真的就是必须要服用药物，去看医生。但是这样子的状况可能就是其实维持了好多年。那我的朋友也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了很多很多事情这样子，但是身为朋友或者是我有种给博的性格，我又很想帮忙，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想了很多方法，或者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焦虑人，我知道那种身边的人的感受，或者是当下那个人的感受，当然我没有这么严重，我就会看到有一些呼吸法对，我就 share 给他，然后我还跟他讲了我最近听到的一段话，就什么，因为我听一个人类图的 podcast，他就有说到，其实我们今年呢是属于一个纷乱年，就可能很多事情都是乱糟糟的，也许我们会觉得好烦啊，但是你没有办法避开，没有办法什么趋吉避凶，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免疫力也好，还是什么抗压能力等等都好提高。我就以为我自己好像很有料像我就把这整段话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可能 get 错了，其实我是想要叫他跟他的家人一起分享这样子。他就说其实这么多年来我都有一直在加强自己。我突然间觉得你一直在否定了。我突然间觉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否定你这些年的加强，我突然间有一种意识到我为什么犯了一个这么低级的错误，就是当别人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们可能不是要你的任何大道理。对，他告诉你是因为你还好吗？他只是需要一个关心而已。没有，你听我删就好了。对，你听我删就好了。我突然间，哎呀，我真的是我自己也深知这件事情。这事情，这是我自己用就好了，我干嘛？哎呀，我当下真的很懊悔耶。可是你这样子讲哦，你这个 case study 了，然后他就引发了另外一个大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猜你会，常常会出现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会不会审视自己到底讲过什么话？会不会得罪什么人？绝对会。你知道，我其实是另外一个算严重的人的原因，是因为我连朋友对话我都一直在审视。我看情况。我看情况。就是我可能今天出去跟朋友吃了一顿饭，然後吃了一頓飯嘅時候，開車回家嘅時候，頭先我講嗰句嘢，佢會唔會諗錯隔離嘅？佢會唔會覺得我喺度睇小佢咧？佢會唔會覺得我而家係一個點？我以前很嚴重，很煩欸，我以前超嚴重的，有時候甚至是會text 回那個朋友的，就是說，其實剛才我講到這段話的時候，我不知道你會不會不開心但是其實人家一點感覺也沒有。然後 TMD 他越描越黑，你知道嗎？真的，就是因為我們就是想太多，或是我們又覺得，你知道，我又想到有一個朋友講話，有時候覺得好像自己很重要。真的，其實你也沒有這麼重要。OK， 沒有，因為我們一直在很強調，我覺得啦，我自己啦，我是很看重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會去想要得罪一個人，然後也不會想要你身邊的人不開心。對，然後所以你就很 care， 就是我到底我在講還是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到底你有沒有 get 錯另外一部分？是啊，你看我們又糾結又在意又喜歡 control。就因為這個也是 part of the control 啊，因為我要 control 我的朋友和我的相處的模式，希望他覺得愉快，很生氣，還要強迫他覺得，你覺得我這樣講 OK 嗎？對，我要 make sure 他感覺到快樂，而且他的快樂是我來決定，你知道嗎？天哪，我們什麼時候才學會放手？沒有，所以那個問題就是，我覺得現在我們可能你要學習要怎麼樣去治癒，也不要講治癒了，你要去elevate 你的這樣子的焦慮的症狀。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難做到，可是我們必須要去學。我覺得我們有在學習啊，就是剛才我們講那個，你知道問卷問回自己。那其實我們也是很希望大家是可以做這件事情，但是不要像我們這樣誇張，每一件事情都審視，太可怕了。沒有，因為即使你在聽啊，也很可能你控制不到自己。就是你明明知道你不應該做，可是你還是一直在做。就像我們這樣子可能那件事情出現的時候，我們知道不用理他的，真的不用理他的，可是我們不能不理，就這樣咯。對啊，後來我昨天就想到一件事情，就跟我老公聊到的時候，因為我們 control 不到啊，就有很多恐懼啊、焦慮產生嘛。我突然間想到，我們經歷了那個疫情這麼大件事，我們甚至可以看不到未來那個情況下，其實疫情真的送了我們一個勇氣禮包。為什麼我們不要拿來用？就是突然間想到，疫情我們這麼看不到未來的都可以過去，為什麼我這個情況可能還小過疫情這麼多，可能90倍，為什麼我不可以？我是這麼認為吧。因為我們的性格，我覺得我們的性格本來它 mold 的時候，它堆砌起來的時候，它已經出現了這種問題了，還有瑕疵了已經。對，所以你在這個時候，我們沒有辦法講我們要完全把這個性格重組。哇，我就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你重組，你就必須要把它整個弄垮，不可能。所以我們只能學會怎麼樣跟他相處。我自己是覺得相處跟他學會相處的部分，他是有必要去損失一點東西的。就譬如說剛才我講的，如果我 sense 到我的朋友來了，就是焦慮來了，我就閃一下。我覺得這個是我唯一能夠做的事情。然後可能有一個我不熟悉，我不能有很大的 control 的那個能力的東西出現的時候，我就要告訴自己，到底 worst case scenario 是什麼？就 lost control 啊，沒有關係啊，就讓別人 control 就好啊，我可以不 control 啊。就我覺得要跟自己先了解清楚，你跟自己對話的過程當中，你必須是一個
你可以认输。你可以认你自己是弱者，你现在你不能掌控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太要强了，我们要强到我不能觉得我不在掌控的范围之内，然后你在这个范围里面啊，你可以让事情，刚才你讲的，让子弹先飞一飞，让那个 flow 先 flow 一 flow， 对吧？你这个 moment 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的回归到 OK， 我其实什么都不是，我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傻子，我现在过好我的生活，开心的过下去，那就好了。是不是？因为真的可以讲3个小时，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担心啊，你是不是一个有长进的人啊？你有没有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啊？还有就是你在谁的那个心里面是不是一个其实蛮厉害的人？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 drop 了之类的。你有没有满足到人家对你的那个期望啊？你是不是一个愿意为自己人生负责的人啊？你到底是不是可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家给你这样多关注力也好，还是人家给你这么多爱也好，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的爱得到回报啊？就我很累，真的，如果你当下已经这么累的时候，丢掉，先丢掉，先不要再想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越踩越深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纯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纯粹。哇，你讲到纯粹这2个字哦，我是很喜欢这2个字，对啊，但我就是越没有办法做到。其实你要做纯粹有多难，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真的已经根深蒂固的那种想法，就是因为我们要必须为以后也好，为怎么样将来我们要铺垫，我们要 planning， 我们要努力，怎么样，我们已经很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把自己压得死死的。为什么？因为你怕你自己不努力的话，人家就会觉得没有用啦，还是别人超过你啦，然后你就觉得我是不是真的这样没有用？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想法，我现在做的人生就几乎就零了？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一直以来我的焦虑源自于这个部分。怕自己不够努力啊，怕自己不够好，而且我们很在意别人的所谓的那个眼光啊。很多人一直在讲啊，你不用，我们也会讲啊，不用在意人家的眼光的啦。你真的做到吗？做不到的。所以我每一次呢，就是朋友他们就是可能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会回我一句话的，哎呀，等你发生的时候你还不是这样，我就会回他一句，所以那个时候请你也跟我说回同样的话，提醒我，就是不是在很焦虑听不进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很烦找你聊一些怨气的时候，请你也用同样的安慰的话讲回给我听，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 process， 对，你要跟我讲回同样的话。可是现在我可以讲给你听，所以我会讲，你明白我意思吗？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存在。没有，而且我觉得，如果身为有这种问题的人啦，我觉得像我朋友，他跟我就可能说我在喝酒，我在烦恼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焦虑的时候，他其实就坐在旁边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刷 ChatGPT。因为他在找方法，对，他在帮我找方法，因为我讲我不会那件事情嘛，股票投资怎么样，然后他就帮我刷 ChatGPT， 你问 ChatGPT 就好了啊。我讲，可是 ChatGPT 那种东西然后我开始找很多借口了，知道吗？ChatGPT 好像讲那时候，他讲没事，你就知道万一怎么样，你就有 ChatGPT 就好了。我也知道，可是我一直解不开那个 moment， 这其实就是心情解不开啊。你就是你必须要明白那个道理。如果你是身边的朋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的。你唯有的办法，你是提供他一个选择了之后，你坐在那边陪他就好。没有，还有一个方法，帮他分心。对，就是原本他一直困在 A 的状况，你突然间插一个 B 的话题，一直要让他分心，其实是真的比较好。因为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知道我们的 Smart Watch 啊，它有一个就是你要跟着它呼吸1分钟的，我的小米也是有了。然后我每次在很焦虑，已经有一点不知道自己想怎么样的时候，我真的是按它出来，我跟着它呼吸耶。我呼吸，然后可能 OK 一次够吗？不够，第二次呼到我够为止，我就
好像好一点了。呼吸，你呼吸法其实上网可以找到很多，因为是有足够的氧气上到大脑的时候，你大脑会比较冷静一点。没错，要不然它冲动。可是我觉得，其实你今天找我来的时候，你跟我讲你要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讲到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讲是有用的。什么？吃。啊，对，我差点忘记了重点。不是因为这个吃很重要。因为对我来讲，因为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我为什么喝酒？我为什么喝酒？当然了，就那种很社会socially responsible 的那个打一打，对喝酒有害健康，不够岁不要21岁不能喝酒哦。21岁之前。没有，我为什么那个 moment 的时候，我就是讲，因为酒精能够让我镇定。就我在喝着的时候，我那个 moment。因为苦嘛，你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醒一醒，然后第二样事情，第二样食物，对我来讲是有用的，热汤。热汤，你在这么焦躁的情况下还可以喝热汤哦？没有，因为我很喜欢喝汤。我是本来就很喜欢喝汤，所以吃你喜欢吃的东西。真的，你知道我有本书就这个，吃饱就没事了。对，我这本书它叫做《吃饱就没事了：吃货们的求生心灵鸡汤》。它看起来好像有点好笑，但是它真的是每一个故事它的主人翁都有一道菜，是可以让他可能好一点的。就比如说他可能今天遇到老板啊，可能就是一直被骂，或者是有很多的那些工作上的屎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他回到家他觉得很郁闷，他就想起那道美食，然后吃了那道美食，吃过就没事了。你知道，真的，我常讲一件事情，是跟我身边的朋友讲，然后我工作一起的朋友，就在一起生活的朋友，一起做工的朋友讲的一件事情，可能他们有意识到，就是我每一次做完那个工作还是下班的时候，我是很饿的，因为我已经把所有的力气拿来解决问题。然后所以就是即使你有再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对于我来讲，我先要一直吃我喜欢吃的，吃我开心的东西。所以在以前我养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一次可能大show做完了之后，我不要理这样的，我去吃东西先。真的，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要跟 Royce 讲，你要给他一碗汤或者是一杯酒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那你自己本身的又是什么呢？你一定要跟自己对话，把它理清出来。好，那如果啦，就是现在你 Royce 还有这个焦虑的状况，它是一颗橙的话，你觉得它是什么味道的？就是你解决，或者是你解决不到，或者是处在那个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就是那些，你知道橙就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品种嘛，而且那种品种是你熟多少，还有多少分生，你就已经开始可以采摘，然后可以开始卖。有一种我觉得是它可以是先吃是苦，可是会回甘。有一种像榴莲，你知道吗？苦肉包，你知道吗？为什么喜欢吃苦肉包？因为你苦了过后，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真的了解它的苦，你才会知道原来后面的甜，它其实是比一般的甜更甜，而且很有深度。对，就是橙会甜，它是有一天会，你可能现在还不会。有没有？真的有没有？是。如果一般的甜，那叫死甜 ，OK。可是如果经历了人生，经历了岁月，它再甜的时候，它再回来甜的时候，那一个甜就和一般的甜不一样，那个叫甘。真的希望大家有这样子的甜味。而且这个甘不只是甜的意思，那个甘是因为接下来这句话是你知道文康吗？我知道，以前我们老师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你人生你要学会这个字叫甘因为做一切都甘心，你就不会像我们一直犯这种愁，你知道吗？真的，这样我要改我的 podcast 名，成为甘。谢谢大家收听我的陈慧甘。